大早上吃什么饺子的呀？要来客人啊，爸？蓉蓉，你坐下。哦。你还记得在 M 国失踪的那个警察黄正武吗？记得啊。怎么了？正武他在境外执行秘密缉毒任务的时候牺牲了。正武和我算起来认识30多年了，他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。我们俩一起分配到江北市公安局工作。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他确实比我更认真、更努力，当然也更优秀。在几起大案的侦破过程中，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后来他响应上级的号召，被抽调到云南的缉毒一线，支援缉毒工作。他去云南的时候，他的爱人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。但是没想到2个月之后，他爱人生产的时候难产，意外去世了。他当时因为有重任在身，没办法回到江北，连他爱人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现在他们夫妻俩总算是团聚了。那他的孩子呢？生出来了吗？生下来了，一直生活在江北。由于缉毒工作的特殊性，他没有办法把刚出生的女儿带在身边，只有把女儿留在江北市，委托我们帮她照顾。这一照顾就是20多年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我爸。啊？这小孩是我。蓉蓉，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。现在正武不在了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爸爸他一直深深地爱着你。他不是不想亲自照顾你，由于当时他有重任在身，身不由己。在一线缉毒，
家属的安全也需要保护。他把你留在我们身边，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护你。那么多年，你爸爸一个人在外面，在异国他乡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你。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你，如果回不来，他会给你寄很多礼物。你每年开学的新书包、新文具，每年过年穿的新衣服，还有你那些洋娃娃玩具，不是我和你妈妈给你买的，都是你爸爸郑武给你准备的。你还记得你上高三那次得肺炎吗？记得。爸爸。所以，我当时看到的那个模糊的人影，就是他，是吗？你当时迷迷糊糊喊了他一声“爸爸”，他当时激动的不行。爸爸。当时他就控制不住了，一个劲儿落泪，他怕引起你的怀疑，悄悄地离开了。后来你的病好了，要参加高考，你跟我说你要报考警察学院，也像爸爸一样，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我当时听了你说这话，我很矛盾。我和你妈妈不同意你当警察，我们希望你能找一份安稳轻松的职业。后来我跟郑武说了你的想法，他给我来了封信，说坚决支持你报考警察学院，让我们也要支持你。就因为这封信，我说服了你妈妈，才让你报考警察学院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上大学的时候，你爸回来看过你一次，真是没想到，竟然是最后一次。好样的！爸，我投了啊！看我的啊，成绩了！耶！爸，我去捡。来，蓉蓉，师傅好。接着投，再投一个。蓉蓉真棒！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爸爸每年过2次生日了吧？干嘛非要过2个生日啊？爸爸故事多着呢，
啊，以后会告诉你的。来，祝爸爸生日快乐！爸爸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一次是为了你的爸爸真苦，我把每次录的视频、照片都发给他。老胡，照片我收到了，她长高了，白了，是个大姑娘了。前段时间我总是做梦，一做梦就会梦到蓉蓉，多半还是小时候的样儿。一觉醒来，又忘了她的样子。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，这张照片我看了一整夜。我把她的表情、动作、衣服挨个记了个遍。她是咱们共同的女儿，又要跟我们选择同样的职业。我虽然见不到她，但一想到我们仨将会在不同的地方并肩作战，我身上就充满了力量。我希望她能够勇敢，又能像你们父亲一样善良。我最希望的，还是能够早点回去见见孩子，跟你们当面道谢。给孩子一点时间嘛。你爸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了，和你一样。
韩队，你怎么来了？坐吧。韩队，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父亲，对吧？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师傅交代过了，他不让我告诉你，他怕打扰到你幸福的生活，怕你突然间受到伤害。其实他一直盼着早点完成任务，早点回来跟你相聚、相认。在你心里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在我心里，师傅是一个最有能力、最勇敢、最敬业、最谦虚谨慎的人。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他让我明白一个警察真正的使命和职责。他是一名好警察。我想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也一定是一名好父亲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，如果可以让他重新选择一次，他宁可做一个普通人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一辈子陪着他的妻子和女儿，安安稳稳地过上一辈子。其实师傅失联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，直到昨天才确认他牺牲了。他怎么牺牲的？目前还不清楚。挨骂过的警方怀疑，师傅的遇害是毒枭桑博所为。桑博，对。哎，吴伟华，小雪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伯哥，嫂子找你。姐姐。你怎么了？师傅好。5年前，我在这打篮球，那粒球滚到了这儿，我过来捡球，我爸爸就站在这儿。
看到他，他也看到我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以为他就是个陌生人。再见不到他。你刚才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我到今天才知道，我现在的爸爸其实是我的养父。我的亲生父亲叫黄振武，他是一名缉毒警察。5年前，他被派到了阿姆国，去调查天师的线索。8年多前，他被杀害了。杀害他的就是桑博。你不要难过。你还有胡爸爸，还有胡妈妈，你还有我。以后有什么风雨，你不用怕，我会一直在，一直爱着你。我明天给爸爸办了一个追思会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好。亲爱的爸爸，这是第一次给您写信，也是第一次这样称呼您。虽然我知道这封信没有办法寄出，您也无法收到，但我还是有很多话想对您说。第一次见您是在篮球场，我真没想到，那一刻我见到的那个陌生人，竟然是我的父亲。我更没想到，我跟您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，只是一句叔叔好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从没意识到原来我有2个父亲。按道理说，我应该算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但事实上，爸爸妈妈对我视如己出，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，疼爱我，养育我，又让我感觉到我很幸福。亲爱的爸爸，我多想再认真地看看您，多想当面叫您一声爸爸呀！我想告诉您，我理解您，做您的女儿是我这辈子的骄傲。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，我要像您一样，做一名好警察。爸爸，我爱你。振武同志是咱们警队的第1任队长，也是我和宋局的老战友，是胡荣的亲生父亲。他在境外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光荣牺牲了。今天，他回来了，回家了。8年前，
我从警察学院毕业，被派到云南省公安厅缉毒大队，跟着黄正武同志学习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成了我的师傅。我记得我跟师傅第一次出外勤的时候，当时遇上了2个毒贩，师傅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与毒贩搏斗，而我却胆小地躲到了一旁。直到我们的同志赶到，把毒贩制服之后，我才从旁边走了出来。师傅，没事吧？我叫黄振武，从今天开始，别叫我师傅了。那天之后，他再也没认我这名徒弟。也就是从那天之后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警察，因为我想堂堂正正的再叫他一声师傅。立正！敬礼！这些都是我女儿的照片，漂亮吧？我去把你介绍给我女儿认识。咱们俩是兄弟，咱们俩是兄弟。刘子光，刘子光在吗？嫂子，你家里的事呢，光哥都跟我们说了，你千万别太难过啊。他在吗？他不是去公安局找你了吗？我找不到他了，他是去公安局了。我还没跟他说话，他就不见了。我打他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，我以为他在这儿呢。他肯定在拳馆，我去找他。那我陪你去。哎，你们俩就别去了啊，在这儿守着，光哥回来给我打电话。行。哎，如果关哥在拳馆，你也给我打电话啊。好嘞。子光，你怎么了？坐下。子光，你怎么了？浑身发抖，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告诉我，我们是不是很早就认识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来，喝水，喝点水。
我不喝，你跟我说，我求你了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杀人？说。进去把那个警察杀了，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，别让我失望。 是的，你杀人了。子光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怕有一天。 你突然跑到我这儿来问我你以前的事情，我不说，没有任何人会知道的。我不想告诉你，不想你回到以前的日子。8年前我们就认识，我们俩是好兄弟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已经说了。 我们是最好的兄弟，好兄弟啊！我们是生死之交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忘了？我都记在脑子里。啊，子光，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了，我都告诉你，你坐下，让我慢慢的讲给你听，好吗？坐下。你回到江北市的第1天。 阴差阳错的救了我的儿子程程，之后我就看到了你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我当年的好兄弟，在外头漂泊了那么多年，吃了多少苦啊！但是我不敢跟你相认，那个时候你失忆了，我怕我跟你说的太多，会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，我不想你再面对那些回忆。 8年前，在去往 M 国的一辆大巴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你。我那时穷困潦倒。哎，你别推啊！你别推啊！你以为躲后边我就看不见你我买了，下去！哎，等会儿，我还有一瓶水。什么水啊？什么水啊？你有钱喝水，你就没钱买票你啊？我买了，我没找到。你票呢？我都没找到。票呢？找啊！你找啊！我这找不到了，我下去啊！师傅停车，让他下去。那能不能下站让我再下？那你能不能下站再上啊？买了票再上。哎，师傅别停，我下一站我。干嘛？我帮他买票。那么大年纪了，丢不丢人？查票了啊！查票，查票，票都拿出来啊！谢谢啊。 车票都没买，我在家里混不下去了，在江北赚不到钱，我在想着出去打打工，还没想好去哪儿呢。以后跟我混，到 M 国，我们飞黄腾达。到 M 国啊？好啊好啊。我叫聂万峰，你怎么称呼？ 刘子光，啊，谢谢啊。
就这样机缘巧合，我跟着你到了 M 国，开启了我们新的生活。那时，你的目光里带着一种决绝，我觉得跟着你一定会飞黄腾达。闻到了吗？嗯，闻到了，可香了。你尝尝。不是说这个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闻到钱的味道了吗？闻到了吗？什么味道？我们发达了。后来，你执意要去一个赌场打工。子光，你说，那么多活咱们都可以干，非得干这个啊？真干这个啊？哎，子光，听我的，咱们过来吧，别到这儿来了。啊，对，别等你呀，子光，赢了，我们赢了。输了，你们输了。你呢？开。What's your name? I'm a good boy. You must be. Boss, good bos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走吧。Thank you, boss. Thank you. 走吧。你看，拿去，给你的。走吧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这不适合我们。Good boss. I should win. I help you open. Yeah. Boss. I'll bet you. 走吧。哎，帮忙拿一下。这个赌场鱼龙混杂，乌烟瘴气，我很不适应这种环境。但是这里对你却有一种莫大的吸引力，你在这里混得如鱼得水。这里不适合咱们。Keep on. Open this car. Open. Really lucky today, huh? 干什么呢？这是谁啊？他是我偶像。Escobar。我跟你说他的历史啊。他从小就开始以偷盗为生，10几岁变成了一个职业杀手。他是第一个把可卡因生产变成出口贸易的生意人，因此他赚了30亿美金，全球7大富豪之一。我要变成这样的人，有本事，够狠。他是个毒贩子。从那开始，我就觉得你变得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们在赌场里混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虽然说不上风生水起吧，咱们俩过得也是有滋有味。直到有一天，你跟我说你要走了。我要去哪儿？你要去找考尔比。谁是考尔比？考尔比是 M 国贩毒集团最大的头目，你要去投靠他。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? I'm sorry, Mr. Kobe. Do you think I care? 凳子上这个人大有来头，他就是武装贩毒集团的头目考尔比。你不会打他的主意吧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跟他混，吃喝不愁，还能飞黄腾达。他做的是贩毒生意，我们千万不能跟他为伍。我没有跟你说过我的偶像是谁吗？我的偶像能干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干？他是贩毒的，贩毒就是犯罪，跟了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富贵险中求，说了你也不懂。No, no, I can't. I want to join you. Why do you want to work with me? I want to be successful. Stand with you.
good。虽然你面带笑意，但我被你的眼神吓到了，它充满了欲望和邪恶。你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劝你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我劝你也不要去。你上了这个车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想的我不管，我肯定会去的。你自己想一下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知道卡尔比和他手下做什么的吗？他们制毒贩毒、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赚的每一分钱上面都带着血。你加入他们，你就是毒贩。赚再多的钱，毒贩你怎么样？哼！子光，子光 ，Lost I'm reading。Okay, go go go。子光，子光，你跟我回江北，跟我一起回江北啊！我当时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去，可你一意孤行，不听我的劝。后来我听说，你做了他的手下，帮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全跟贩毒有关，而且还杀了人，当然没亲眼看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一张照片，我才相信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看到这张照片之后，我才相信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你真的做了考尔比的手下，替他杀人，替他贩毒。之后，我听说你亲手杀了考尔比，取代了他，做了这个贩毒集团的头目，而且把一个几十个人的贩毒团伙变成了上百号人的武装贩毒集团。你是这个集团最大的头目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你，你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了。直到半年前，莫大爱木果给我太太扫墓，真是太巧了，我在一家小酒馆门口邂逅了你。子光，你不要去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子光，子光，你不要去。你一定要冷静，你知道吗？这儿很危险的，你不要去，好不好？听我的，你听。子光，子光，子光，你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小酒馆，我被吓得不敢上前，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然后里面传来枪声，等我跑进去一看，酒馆的老板倒在血泊里，你手里还拿着枪。我知道，你刚刚亲手杀了他。之后，你的手下跑过来叫你快跑，他们喊你桑博。我就知道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，桑博就是你。刘子光就是桑博。我的亲生父亲赵航正杀害他，就是桑博。
原谅我，子光。我真的不想你面对以前，面对那些往事。你能忘掉以前该多么多么的好，为什么要回想起来？光哥，刘子光，光哥，刘子光，刘子光，这光哥去哪儿啊？想急死人啊！小帅啊，刘子光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，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？没有啊，跟平时都一样。哦，对了，他昨天晚上又开始做噩梦了。他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对啊，光哥就刚回江北的时候，天天晚上做噩梦，整宿的不睡觉，后来慢慢都好了。就昨天你来地地道道找完他以后，他回来以后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，晚上又开始做噩梦，一直在梦里喊着什么来着？不是我，长班，光哥，光哥你醒醒，光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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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为什么一直喊不是我？那个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说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昨天傍晚带他去了篮球场，他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。他到底心里想什么呀？那个嫂子你别担心啊，光哥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，什么事儿呢都往自己心里放，一个人扛着。可能他又是被那过去的8年记忆纠缠着了，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管他纠缠不纠缠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到。小帅，你在拳馆等着，万一他回来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他去。哎，那你自个小心点啊！哎，他回来我给你打电话。好的。他的票我来买，好吧，小兄弟，来，坐我这儿来。我叫叶望龙。刘子光。We're here for the job. You send this? 桑坤、桑博，给咱们俩起了2个赌场的新名字。我叫桑坤，你叫桑博，咱们可以在这工作了。这谁啊？我的偶像，埃斯科瓦尔。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，有本事还得够狠。哎 Open your hand. Sorry. 哥。我叶望龙，对天起誓，从今天开始，跟刘子光结为兄弟，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Mr. Kobe, I want to follow you. You're your brother. I want to be successful. Stand above others. 跟着他们，我们就是毒贩了。当了毒贩，回不了家，回不了江北了。回个屁！你一贫如洗的回去。你在江北有家吗？走啊，快！走了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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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大哥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刘子光竟然想起了我。这样看来，他的记忆一定开始慢慢恢复了。虽然今天我给他编了一段假记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还会再想起什么别的。如果他把那8年都想起来了，那我就真的危险了。
大哥，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在他记忆恢复之前，先下手为强，彻底凿实他桑博的身份，我也就安全了。只要警方认定他是桑博，认定他是杀人凶手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胡哥，万卡发来的那个监控视频处理好了吗？办妥了。让万卡把视频抛给警方，告诉万卡，我会重谢他。好的。我的亲生父亲叫黄振武，他是一名缉毒警察，他被派到了安国去调查天使的线索。半年多前，他被杀害了，杀害的就是桑博。桑博就是你，刘子光就是桑博，你刚刚亲手杀了他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桑博。照他这个语气，你们俩之前是不是认识？我就把你介绍给文远认识。你是这个集团最大的头目，替他杀人，替他贩毒。我的亲生父亲叫黄振武，杀害的就是桑博。我的亲生父亲叫黄振武，杀害的就是桑博。浮生3000，不爱有3，日月与亲，日为朝，月为暮，亲为朝朝暮暮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一个人，你好好保护我。再见。喂，我是韩静。韩警官你好，我是昌拓。昌拓警官你好。是这样的，韩警官，我们在调查黄振武警官遇害一案的过程中，在黄警官的小酒馆楼下发现了一个监控探头，并提取到一段监控视频。我们核实了视频的拍摄时间，这段视频确实是黄警官遇害当晚的监控画面。我已经把视频发送到了你的邮箱。视频中从小酒馆走出来的那3个人手中持有枪支，我们判断他们应该就是杀害黄警官的凶手。这段视频就是他们行凶后离开小酒馆的画面。从他们的武器和衣着判断，这3个人是武装分子。他们是不是来自于桑博武装贩毒集团，我们还需进一步核实。如果有新的发现，我会第一时间告知你。好。谢谢你，昌拓警官。应该的。喂，宋局，我有重要的事情
要跟您和胡局汇报。好，我马上就来 S 专案组。局长，今天 M 国的警方打来电话，他们在师傅的小酒馆楼下发现了一个探头，并提取到了一段视频。这段视频的拍摄时间就在师傅遇害的当晚。M 国推断，视频中的3个武装分子有可能就是杀害师傅的凶手。这应该是凶手行凶后被探头拍到的。您看。你再放一遍。您注意看这儿。韩进，你是不是想说，视频中这个人和刘子光很像？是。别说，相似度很高。从这个视频影像可以推断，这名男子是亚裔，年龄应该在25岁到35岁之间，身高在1.8米左右。这些体貌特征跟刘子光的身高和年龄也很吻合。虽然 M 国暂时无法确认出这3名武装分子的真实身份，但是昌拓曾经说过，师傅的遇害很有可能是和毒枭三伯有关。不过之前在金碧辉煌，托尼曾对刘子光喊过一句“你怎么在这里”，以及突然对他开枪的异常举动。当时我们曾怀疑过，托尼可能认识刘子光。还有，之前梅姐提到了，托尼在和刘子光打斗的时候，似乎喊了一句桑博。那托尼喊的这句话，是不是针对刘子光呢？如果视频中的人真的是刘子光的话，他出现在师傅的遇害现场，同时托尼还认识他，综合这些线索，是不是意味着刘子光有可能就是桑博？谁呀？光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给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光子，让我喝啊！让我喝，让我喝，没关系，让我喝。不行，光子，你不喝酒啊！光子，你这是遇见事儿了！光子，光子，哎呀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把酒给我！哎，光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出什么事了？啊？郭大爷，哎，出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别吓我！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失去8年的记忆吗？啊！我最后一个画面，就是我爸死在我面前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跟自己说，不用怕，没有爸爸不用怕，我是个好人就好。你是好孩子呀！我记得从公安局回来之后，你带我来这里吃饭。
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呀。你跟我说，找不到记忆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做一个好人。你是好人，好孩子呀。光哥，你今天到底？大爷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把你当成我爸爸了。你也是我的孩子。对不起，爸爸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杀了人。你胡说！我杀了胡荣的爸爸。胡荣的爸爸，你不是见了吗？人家领导，我杀了他。他爸爸亲生父亲，我杀了人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对不起。我没想到，光子，我没想到。我早就说了，不让你想那8年的事儿，你非想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拿着枪指着他爸爸的头。啊！你胡说！光子，你这是神经出毛病了！哎呦喂！没有，我没有毛病。你坐下，你坐下，跟我好好说。啊，我没有毛病。光子，光子，小胡警官，出事了，光子神经，你快来呀！啊！韩姐，你刚才的分析和对策，你觉得我们应该对刘子光采取什么措施？局长，虽然现在有一些线索指向了刘子光，但是我还是觉得里面疑点重重。这也是我处理这个案子的为难之处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个桑博应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但是我认识的刘子光却是个好人。他经常见义勇为，冒着生命危险救过胡荣，还帮助我们一起断掉了金碧辉煌。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做出贩毒和杀人的事情来。要说有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他失忆的那8年另有隐情，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。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刘子光在江北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们不能排除那8年里他曾经犯过罪。且不论他是不是桑博，现在视频中的人跟他高度类似。基于这样的情况，局长，我建议先把刘子光带回局里询问调查。如果说他是清白的，我们还他一个公道；如果说那8年里确实有问题，那么我们一定做到法不容情。韩姐，你的确比以前成熟多了。老苏，你怎么看？我同意韩进的看法。只不过现在胡荣和刘子光是恋爱关系，把刘子光带回局里调查，我怕蓉蓉受不了。你的顾虑我理解。蓉蓉和刘子光的感情，咱们都看在眼里。他很爱蓉蓉，护着蓉蓉，我挺感动。我甚至想过，未来他可能是我的女婿。如果他没有事儿，那最好；如果他过去真的犯了罪，
就像刚才韩进说的，法比情大。在政务面前，在整个缉毒事业的面前，我们应该把儿女情长先放一下。蓉蓉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你放心吧。现在事不宜迟，你马上把刘子光带回来，让他配合调查，把他身上的疑点搞清楚。光子，哎呦，小胡子，可算找到他了。胡大爷，他怎么了？进了门就喝酒，喝醉了就胡说，什么杀了人了，杀人犯，哦，还说他杀了你父亲了，这不是胡说吗？